燕儿，醒了？怎么样？要一起吗？顾胜，你竟然背叛我，和他搞在一起了。姐姐，你看看你那木讷的样子，估计在床上呀也是这个样子，难怪哥哥不喜欢你呢。哎，你，我早就玩腻了。诗诗和你不一样，你就像个尸体，没有冰。顾胜，我们结婚以来，我祝你祝顾家平步青云，你就是这么对我的。林大燕，你以为哥哥为什么在你身上花费那么多时间？我告诉你，我们啊，就是图你的财产，而你现在已经没有了。哎，你们这么对我，就不怕我告诉我爸吗？你爸爸？你现在还认为自己是林家大小姐吗？啊，姐姐，你可能还不知道吧？爸爸出了车祸，哦，现在住在 ICU 呢。是你们害了我爸。是的呀，他早就该让位退贤了，竟然想把继承权给你。我告诉你，做梦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要救我爸！顾胜，你看在我这么多年和你的父亲情谊，让我拒绝我爸。跪下，跪到我满意。不够，红战啊，重新跪。哎，跪。这么多年夫妻，现在像条狗一样跪在我面前。顾胜，你说好了，带我去见我爸。我现在就带你见。顾胜，林诗诗，若有来世，我一定要你们不得好死。爷爷，南燕，南燕，南燕，你怎么样了？南燕，你看我干嘛呀？你受伤了吗？我这是又活过来了。天天啊，今天几号啊？你傻了吗？9号呀！你非要上山去给顾胜求个平安符，结果下山出了车祸，现在可怎么办呀？老天有眼，让我回到了还没嫁给顾胜这一年。顾胜，你欠我的，我要你一笔一笔偿还给我。太好，太好，什么太好了？你还是赶紧想想怎么跟另外一辆车主交代吧。林大小姐，你真是看上我了。是，哎呀，南燕，你脑子撞坏了吧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除了长得好看，不玩女人之外，一事无成。你居然看上他了？我没撞坏。还想婚吗？林南燕，下个月20号我的婚礼，只要你敢来，我就跟你走。林大小姐，你真的该去医院做个脑部检查，钱我出。那我就当聘礼喽。全海市所有男人都想要娶的林家大小姐，还真是有趣的很啊！沈静，怎么了？顾胜不是好人，
你喝多了吧？我和顾胜感情很好的，欢迎你20号来参加我们的婚礼。妍妍，你脑袋是不是刚刚被撞坏了？你居然让那个家伙来抢婚啊！选金又帅又多金，我为什么不能选他呀？那顾胜呢？他对你又温柔又体贴的，你现在居然要婚前出轨，你把他当什么了？当畜生！想不想知道他现在在干嘛？我带你去看一出好戏。我干嘛要知道他呀？阿胜，在干嘛呢？宝贝，我在睡觉呢。怎么样，今天玩的开心吗？阿胜，我现在在你家门口呢，想把我亲自求来的平安符送给你。你不是要那个？你怎么突然来了？想你了就来找你呗。怎么不欢迎我？难道是房间里藏着别的女人？哎，怎么会呢？我哪是那样人啊！啊，你先等一会儿啊，我马上下来。怎么样，惊喜吗？惊喜！你怎么突然来了？大白天的，在房间干嘛呢？别叫我的嘛。哦，哎，那么既然洛小姐来了，走呗，我带你们吃饭去。不用，我还没好好看过你房间呢，让我好好看看。房间，窗棂怎么？房间有什么好看的？以后结婚了，这地方不是你想看就看的吗？算了，不和你说了，和婷婷吃饭去了，别打扰我2人世界。哎，好，你明天就吃啊，我买单。这就是你要给我看的好戏啊，真没劲。这还没劲呢。爸，怎么了？在外面受委屈了？是谁敢欺负我们林家的小公主啊？跟爸爸说，爸爸收拾，给你报仇。没事儿，就是有点累。啊，刚才啊，顾家打电话商量你的婚事。我要和顾胜退婚。什么？顾胜不是什么好人，他和我结婚就是为了侵占林家的财产。我知道你现在不信我，不是，我一定会拿出证据。爸爸相信你，只是这悔婚恐怕会给咱们林家带来很巨大的负面影响，以后咱们林氏很难在海市立足了呀。不，下个月婚礼打脸的只会是他们顾家。对，哇，沈少，你手机一直在响，看是打方哪个女的？你对那女人太大方了，关键你碰都没碰啊！对媳妇儿是要大方。干吧！你说什么？我说我要结婚了，记得多备点份子钱啊！走了。这个，还有这个，不要，其他都给我包起来。好的，林小姐。刷这张卡。林小姐，我把这些放到您的别墅吧，帮您。不用，你看，这个免费的劳动力不就来了吗？沈少怎么有空来了？这林小姐一口气刷了我5000万，我们不能过来看一下吗？我如果没记错的话，我应该只给了林小姐医药费吧？我记得我跟沈少说过，这是聘礼。放心，我不会让你这5000万白花的。什么意思？你帮我整垮顾家，我帮你扫除世家之路的绊脚石。不好意思啊，林小姐，我沈某对世家之位不感兴趣。谁不知道我沈家？别装了，我比你想的更了解你自己。那我不是很吃亏？不，你应该庆幸，我是选择帮你，而不是选择帮顾胜。林小姐不是和顾少情同意合，你侬我侬吗？怎么突然想起来跟我合作？我实在是受宠若惊啊！大婚那天，你来，我会让你看到我的诚意。好，一言为定。那林小姐，在明天的晚宴，你要来参加吗？当然参加。哎呦，这不是林家大小姐吗？林南烟，凭什么你一出现，所有的人都会围着你转？我林诗诗哪一点比得上你了？总有一天，我会让你屈服在我的脚下。
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一向不喜欢这种名利场合吗？我只是觉得总不能一直在家当金丝雀吧，毕竟这偌大的林氏集团将来都会由我继承，你说是吧，妹妹？当然，我听说阿胜一直对我妹妹照顾有加。姐姐，盛哥哥觉着我一个人在家太无聊了，所以才带我出来看看的。只是作为我的妹妹，毫无规矩的挽着你的姐夫，传出去还真是败坏家风啊！林爷，没想到你能来，我很高兴。我们走吧。好啊，走吧。啊，累死了。这种场合果然不适合我。林小姐，你在这儿干嘛？在这儿等林小姐，找我有事儿吗？把卡还我。我不是记得沈少很为女人花钱吗？那你的意思是，你已经是我的女人了？种马，卡在家，下次还你。怎么一个人出来了？突然没有见到你，让我找了好久。有点闷，出来走走。下次让我来陪你。沈少也在，好久不见。顾少的未婚妻貌美如花，可要穿牢了。一个不学无术的直夸而已，没有必要问。顾胜，你还不如一个直夸呢。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参加海市1年1度的慈善晚宴。现在拍卖的是摩洛哥王室的珠宝，1颗足足15克拉的翡钻，起拍价500万，每次加价50万。500万，680万，700万，1000万。沈少果然财大气粗啊！他不过仗着自己家里有点钱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1100万，1500万，1700万，2000万，2000万，第一次，2000万，第二次，2000万，第三，2500万，3000万，3000够了。既然沈公子这么喜欢这颗宝石的话，那我就不得人所好了。沈让，我听说这是顾少买给林小姐的结婚礼物，就这么多主相让啊？我还以为故意把价抬高，可以让顾少更好的表达爱。钱财乃身外之物，我和妍妍的爱，我是这个东西能够分给。顾少所言甚是，顾少非得这样。林小姐不是喜欢吗？说你了。沈公子，这不大合适吧？因为他是盛情难却。顾少，这才叫做君子不夺而所好。走了。你怎么连了他的东西啊？我自己想要拍下来的，是你阻止了我。糟了，当时以为林南烟想要我买单。我喜欢这颗宝石，来参加宴会的时候我就跟我爸说了，他就没给我限额。我也是怕你被沈静那个小子算计，才阻止你的。顾胜，你以前从来不骂人的，现在怎么变了？觉得你好陌生啊。我也是因为一时气愤。妍妍，你要是不喜欢的话，我以后不说了好。哼，不是要当伪君子吗？我就让你好好的当一辈子。林小姐，你干嘛总是神出鬼没的呀？偷情不都这样吗？我哪里偷情了？我明明是明撩。那林小姐是贪图我的美色和身体了。既然不是，就把我的卡还给我。好啊。东西练得不错。保持的钱明天还你。不用了，
地都装了，也不差这点小钱。晚安，林小姐。喂，听说你今晚怒达3000万，只为博得红颜一笑？我恋爱了。现在什么世道啊？从不近女色的男人跟我说他谈恋爱了，救命！挂了。喂，燕燕，你看今天的热搜了吗？你家顾胜和沈静都上热搜了。谁说顾胜是我家的？那沈静是啊。总之，你快去看新闻。这个沈静让我在全海市面前抬不起头，还有媒体扒出我们顾家资金链的问题，都怪这个沈静，坏我好事。盛哥哥，别生气，依我看啊，现在就要尽快结婚，拿到林家的股份。怎么结？林南烟这个贱人，到现在还拿乔松口不可结婚。那就生米煮饭。好，我要把这几日受到的屈辱加倍奉还。奶奶那呢？我帮你搞定。大老太婆觊觎林家财产，怀恨林南烟很久了。只要我们拿她当枪使，亮也显不出什么浪。诗你可真聪明啊！果然是我的好宝贝。讨厌！那事成以后，你答应你的事儿，你可要记得。当然不会了，事成之后，林家财产分你一半。你在干嘛呢？半天不接我电话，和你爸一样没大没小，不懂礼数。奶奶找我有什么事儿？回老宅子来。看我怎么收拾你这个恶老太。奶奶，这天气啊，以后越来越凉了，可得注意。没大没小，我还没死呢，就不把我放眼里了。怎么会呢，奶奶？我就是太累了，想休息一会儿。再说，好久没有来看我奶奶了，来看看您。哎，这说的好听，来呀，什么东西都不带，真是小家子气呢。谁说我没有带礼物了？那你拿出来看看呀。我不要，谁稀罕他的东西？奶奶找我来是有什么事儿吗？如果没有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不在这儿给您添堵了。我先走了。站住！我让你走了吗？果然是小门小户生的，连点规矩都不懂，和你那穷酸妈一个样。哦，看来是要继承我林家的财产了是吗？奶奶，你别忘了，你姓周，不姓林，这林家的财产还谈不上你的。你，这林家的财产是老爷做的主，如果奶奶有什么不满，找爷爷去啊。放肆！怎么跟奶奶说话？你这是诅咒奶奶去见爷爷吗？我就随口一说，你怎么能这么想？难不成你有这种想法？你胡说什么呢？我今天来呢，不是让你们欺负我和我吵架的。奶奶要是觉得有什么不满，恕不奉陪。你可我管！奶奶，你别忘了，你现在站着的地方，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爸的名，也就是说，你住的地方是我家。你觉得让我滚合适吗？当然，我也不是想说什么，我就是想说，奶奶，
用别人家的东西别这么理直气壮，很招人嫌的。反了你！奶奶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今天叫我来也是因为顾胜的婚事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果然如我想的一样，这老宅子里的人和顾家私下勾结，暗地里就是想通过顾家把林家的继承权夺过去。那我也不妨直说了，今天我在拍卖会上得到了一颗宝石，让顾胜丢了面子。姐姐啊，你可真是没羞没臊，这种事情也好意思拿出来说？当然我也是有原因的，我本来是想把这颗宝石送给奶奶，可惜奶奶说我的东西她不稀罕。我也不好强人所难，让奶奶收下。你少在这炫耀啊！奶奶是不是别人？真是不死反生。是，奶奶怎么会这么世俗呢？而且说过的话绝对不会出尔反尔，你说对吧，奶奶？那是自然，我也没空管你们这糟心事，也没有时间给你们计较这些有的没的。我今天就想告诉你一句话，不要把顾家的婚事给我搞砸了。我的婚事就不劳烦奶奶费心了。你以为我想操心啊？你看你那个穷三样，你配得上人家顾胜吗你？他这么好，那你嫁呀？你个兔崽子，你说什么呢你啊？开个玩笑嘛，奶奶，别生气嘛。想当年你这么想要林诗诗嫁给顾胜，以死相逼，现在突然这么关心我的婚事，很难让人觉得你别有用心啊。你个小兔崽子，你简直无法无天了！你信不信我打你？你要是敢打我，我就告你，你敢吗？奶奶，别跟他一般见识，他呀就是小人得志，早晚会遭报应。是啊，你就不怕天打雷劈了你？奶奶，其实搞定林南烟很容易的。你说呀，让林南烟和顾胜把生米煮成熟饭就行了呀。妍妍，怎么了？你回来正好。刚才啊，老顾他们打电话说，今天中午去他们家吃午饭，谈一谈你们的婚礼。既然你不想结婚了，我就把他们回了吧。去，你不是想悔婚吗？那是后面的事情。现在顾家说什么，我们就做什么，全力配合他们演戏。哼，这样才能让顾家的脸打得更响。别打扰你们了啊！这家人不说两家话啊！叔叔好。以前本以为是顾家对我重视，才会热情迎接，现在终于知道了，只是为了做戏。好，走。本来想约到周末，但是日子很紧，老林呀，没太影响到你吧？择日不如撞日，怕是因为上次珠宝的事情，让顾氏的股票大跌。啥呀？说什么影响不影响的？咱这都这把岁数了，以后啊，公司都交给年轻人去做，我还需要做什么呀？啊！以后我也会帮叔叔分担一些的。叔叔就等你这句话了。以后啊，公司交给你，你可要多操心啊！没看出来，我爸的演技还不错啊。叔叔放心，我一定尽职尽责。聘礼什么的没几管提，我们尽量满足。哎呀，说到聘礼啊，再说我这老顾我也不需要什么，咱主要看妍妍。妍妍有什么提议没有？是啊，有什么想要的跟我说，我都给你买。原来我只喜欢那根粉钻，现在已经有了，没什么需要的了。那既然如此，阿姨就不擅作主张了。以后你嫁过来，你想要什么，尽管和阿姨说。小贱蹄子，现在就敢蹬鼻子上脸了，等你以后嫁过来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老林啊，实不相瞒，最近有一事相求啊。老顾，有什么话不妨直说。最近项目资金比较紧张，这不是和别人不如找老林来帮忙了。说的冠冕堂皇的，不就是想白嫖呗？哎呀，老顾，以后咱们都是自家人，要多少钱你说。初步账一下200亿啊。既然资金需要周转，那顾叔叔是1分钱都拿不出来吗？不是下届
这不是最近都拿去填补了吗？哦，那爸，我们可一定要帮忙顾叔叔了。那是自然。林南烟还是那个被我耍了团团转的傻女人。谢谢老林了啊！到时候盈利了，我第一时间还给你们啊。那万一亏损呢？我们都做好了完全的考察了。生意上的事儿又说不准的，你说是吧，阿生？是，你放心。不过我们已经做好完全的准备了。可是200亿又不是小数目，要不叔叔还是写个欠条吧？你们都看我干什么？欠债还钱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？难道叔叔不想还？妍妍说的没错，我也是打算这样写的。来，拿纸和笔来。来人，拿纸笔过来。叔叔，自家人嘛，我一定给你少算点利息。可是200亿又不是小数目，要不叔叔还是写个欠条吧？你们都看我干什么？欠债还钱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？难道叔叔不想还？妍妍说的没错，我也是打算这样写的。来，拿纸和笔来。来人，拿纸笔过来。叔叔，自家人嘛，我一定给你少算点利息。林南烟那个贱人，我还真是小瞧了他。怎么样，要搞到没有？林小姐，你在哪儿？我找你有事儿。林小姐今天不是去顾家见家长吗？突然想起我还有点受宠若惊啊。你吃醋了？来宝贝儿，叫一声给林小姐听听。老公，你真讨厌。沈姐，你都不怕得病的吗？林小姐这是吃醋了？你在哪儿？林小姐就这么急不可耐？沈姐，鼎宏会所098包间。能不能把音乐？陈白，把音响关一下。OK。我想了一下，在和顾胜悔婚的这件事情上，我能力不足，需要你的帮助。而悔婚最好的方式就是曝光顾胜的丑闻，让顾家颜面扫地，而在最后一刻给他致命一击，这是对伪君子最好的报复。而曝光视频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林小姐，不是刚刚去过顾家谈婚论嫁吗？怎么前脚甜甜蜜蜜，后脚就置人于死地？你这让我怎么相信？你觉得我会骗你？林小姐，难免有点太看得起自己了。你知道顾胜不是什么好人，我也知道，我为什么把自己搭进去。我不仅不会把自己搭进去，我还会把他以前所做的一切加倍奉还。你想让我怎么帮你？顾胜和林诗诗早有奸情，大婚将至，我态度不明，他们大概率会在我父亲生日宴上动手，然后给我下药委身于他，最后只会被他拿捏。你的意思是让我帮你拍顾胜和林诗诗的上床视频？林小姐，建议你提前做好心理准备。啊？怕撕破了顾胜的伪装，你接受不了。我见过他最恶心残忍的一面，所以你尽管撕，越烂越好。沈姐，少喝点，我怕我们交易还没完成，你就喝死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应该告诉林小姐，你是全海市最能喝了。不，我应该告诉林小姐，你是越喝酒身体越好。喂，你吃醋了？来，宝贝儿，叫一声给林小姐听听。老公，你真讨厌。爸，
怎么了？又有什么事儿要说呀？过几天是你的生日，我想给你举办一个巨大的生日宴会，让全海市的人都知道我们家有多有钱。咱们这样的做太铺张浪费了。爸，我们家低调了这么多年，什么酒会宴会都从简，我们家又不差钱。海市4大家族之一，财富榜第2，为什么不能让他们看看我们的辉煌？好，就让全海市人民看到咱们的辉煌。喂，你爸明天就过生日了是吗？对啊，明天记得准时来啊。那我送我未来岳父一个生日礼物吧。不用了，已经准备好了。嗯？你明天来了就知道了。一会儿你是不是要去顾家的招标会？什么？竟然挂我电话，我搞什么鬼？婷婷，你终于来了，怎么总是迟到啊？接了个电话，晚了点。林小姐，你稍等，我马上去为你取戒指。好。天哪，这也太美了吧！当时就觉得这颗钻石好看，没想到这么好看。你打算什么时候戴呀？不会在你结婚那天吧？这么漂亮，当然是结婚的时候戴了。你疯了吧？这么清新脱俗的打脸方式，在你和顾胜的婚礼上戴沈静送你的戒指。好啦，去顾家招标会看戏了。好，现场投标结果已经出炉。根据各集团综合考虑，获得此次招标会项目的是，不知道是不是从这一刻开始，上一世所发生的一切，是不是就要改变了？是沈氏集团，恭喜沈少。此次招标会的项目将由沈氏集团全权负责。下面有请沈少上台发言。果然，当年在这么多人的扶持下，顾胜依旧没有把沈静压下去，足以说明顾胜不是沈静的对手。对于今天我来参加此次招标会，我猜想大家可能觉得我只是过来玩一玩，但是我很认真的告诉大家，对于此次招标会，我非常的重视。我之所以会做出如此大的改变，只是因为我的生命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人，一个可以让我变得更加优秀，可以让我改变更深刻的人。你应该知道，我说的是你。奇怪，我怎么感觉沈静怎么老往我们这边看啊？可能是随便看看吧。你怎么结巴了？空调太凉了，冻的。听你这么一说，好像是有点冷啊。我靠，沈静不会再向我表白吧？我靠，沈静不会再向我表白吧？婷婷，你觉得有可能吗？也是哈，也不知道沈少嘴里说的那个重要的人是谁？难道他真的愿意为了一棵树放弃一整片森林啊？不是谁，应该是他想让大家觉得他在认真做这件事儿而已。你是说他在给自己打掩护？才，你眼睛抽筋啦？我怎么觉得沈静不像是在骗人啊？你看啊，他又是送宝石，又是抢婚的，难道你俩私定终身了？这可是出轨！转念一想，顾胜好像也不过如此啊。见过宝石的人，哪里还会喜欢石头啊？走了。沈少刚拿下招标会，不去庆功，找我做什么？这不特地来找你庆功吗？好啊，坐。太突然了，
林大小姐就不想问我今天为什么找你姓高？再喝一杯我就问。有主观觉得生命将有碰不得，你的来了，我的快乐。你怎么就是喝不醉呢？小酒鬼，就知道你想把我灌醉。算了，不管了。你是不是喜欢我呀？是。好想能看到你嘴角微笑，最好在下一秒。好想能知道你在干什么？我当然知道了。轻声歌唱，最好在我早就想把你扒光了。默契发生在每个下一秒，爱上同一种口味的蛋糕，不约而同哼唱一段曲调。该死，他不会不负责吧？这个酒店一点也不好，连个吹风机都没有，下次再也不住这里了。你怎么？沈少是想趁我不注意，想偷跑，不负责？林小姐，这话应该我问你吧？不是，你这一大早洗什么澡啊？那还不是因为昨天晚上某人干的好事儿？怎么？沈少是想感受一下昨天的快乐吗？我昨天晚上还约了婷婷吃饭呢，别胡思乱想。昨天晚上不是你勾引的我吗？你别废话了，我找不到吹风机了，快去帮我找。等等，我们现在算什么关系？อยากจะทำตัวตามใครๆแล้วแต่นะอยากจะเป็นอย่างที่ใครชอบก็ได้再见，男朋友。แต่สำหรับฉันมัน咱们一会儿干啥去？吃饭、逛街、看电影，还是我约了霍潇吃饭？你说什么？我说约了霍潇吃饭。你疯了吗？你明知道我很讨厌他，我不是记得你喜欢他吗？那时候小，不懂事，才15、16岁，何况他也拒绝我了。好，那就当好朋友之间的接风洗尘啊。等很久了吧？哎呀，刚到。坐。刚从国外回来，有没有什么想吃的？国外应该不怎么吃辣，回来了肯定要吃个够。好了，别闹了，霍潇吃不了辣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没事，婷婷喜欢吃，点吧。服务员，要一个泡椒鱼、水煮肉片、大炒牛肉，都要特辣的。小姐，我们家的辣可是魔鬼了，你们应该吃不了。我们吃得了，赶紧出菜吧，饿死了。这么多年了，还是这么不能吃辣。不小心呛了一下。霍潇，你怎么回来？得跟我说一声呀！要不是我跟朋友在这吃饭，我都不知道你回来了。上一世，林诗诗便脚踏2只船，爬上了顾胜的床还不够，还妄图让霍潇接盘。现在知道霍潇回来了，才赶上来倒贴了。最近在创业，我刚回来。是吗？那太好了，不像某些人，整天无所事事，还创业店。你在说你自己吗？说什么啊？我这儿可有证据。
着你的男人是谁呀？还挺帅的。不行，你看是不是啊？林诗诗，你是个废人！哎，姐姐，哥哥，你拉着我干什么呀？不行，哥哥，你拉着我干什么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没有啊。哦，我看出来了，你们都是一起的是吧？哼，行，可以。回头啊，就告诉圣哥，看呀，你怎么向我交代。向顾慎告状？我没听错吧？他只是你名义上的姐夫。哦，莫非你跟他有一腿？燕燕，咱们也不迟了，咱们也走。看什么看？还不赶紧走！啊！哥哥简直太帅了！哦，我还有事儿，互相等。别呀！只能得去躲上了。还不赶紧上来开车！诗诗这个裙子可真漂亮啊！我听说全国不超过3件呢。还好了，我也不想高调的。林南燕，我看你拿什么跟我比？志豪，天呐，好美！那不是乡下的购定礼服吗？听说买下来好像要9位数呢。姐姐，妹妹这么亲你的挽着阿胜，不知道的还以为阿胜是你的未婚夫呢。姐姐，因为你很少参加这样的宴会，所以我才陪哥哥来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比我更适合陪在我的未婚夫身边了？姐姐，你不是怪我吧？妍妍，我们去那边吧。哎，沈少，花了3000万给心仪的女生买了礼物，去哪里了？感谢大家能够参加林某的生日宴会，在此，哎，性别不对啊，怎么带到别人男人身上去了？哎，不会别人的礼物没收吧？哎，怎么还生气了？哎，燕燕，刚才去哪儿了？里面闷，出去透透气。我跟你说的事儿没忘吧？当然记得。是的。妍妍，找你好久了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就在这婷婷说话呢。今天好美。你别这样，这么多人呢。反正还有1个月了。好了好了，干嘛呢？非要在这儿给我这个单身狗撒狗粮啊？什么时候这么好？分明还有1个月就要结婚了，还在找不理爽来，我又没办法。今天可是个大好的日子呀，我们去喝酒吧。好啊。你们俩不是不去酒吧吗？没去过，想感受一下。那我陪你。好啊。那就去你俩的会所吧，你俩的主场应该不会不给面子吧？哦，对了，叫上林诗诗，她也是我的好朋友呢。我随意。我当然和阿静在一起了。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俩有一腿呢。开玩笑，我直男啊。那沈少呢？沈少，我们也算是有缘，我敬你一杯。你未婚妻不宜携。妍妍她不会喝酒。是吗？如果沈公子不介意的话，我可以替妍妍喝。既然顾少这么爱他的未婚妻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
妍妍，我去趟洗手间。盛哥哥，你一个人行吗？看顾胜多疼嫣嫣呀，一直护着嫣嫣不让她喝酒，你还上赶着道歉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我跟盛哥哥只是感情好。感情好，好到形影不离呀。干得漂亮，我办事儿你放心。好了好了，不哭了啊。盛哥哥，你结婚以后不会忘了我吧？怎么会呢？今天和他只不过在做游戏而已，要不然他怎么可能心甘情愿的嫁给我呀？那我还是担心你结婚以后忘了我呢。当然不会了，你这么好，我肯定还来得及的。讨厌啊！好了好了啊。今天晚上我会想办法让林诗诗送顾胜回去，你找人跟紧。你和顾胜还有1个月就结婚了，你就这么肯定顾胜还会做这种事儿？狗改不了吃屎。既然你这么肯定，那我准备的药就算了。不需要。是不需要，还是你也在给自己找退路？我需要给他们留退路。是吗？今晚你就知道了。等等，你和顾胜伸舌头了吗？什么？我是说，刚才在宴会的时候，顾胜伸舌头了吗？我不喜欢。这么软的唇，以后别让其他男人碰。沈少，别忘了，我们只是逢场作戏。那你是拒绝了？我只是想提醒一下你，沈少这么丰富的人生，应该不会为了一棵歪脖子树放弃整片森林。你又不是我，你怎么知道我不愿意？沈健，我会给你锦绣前程。总有一天你会知道，我要的从来不是锦绣前程。那个两位，不好意思打扰一下，我实在憋不住了，我想上个厕所。别。哦，对了，友情提醒一下，沈少，你嘴上的口红还是擦一下比较好，别被别人看到了。快说说，快说说，和沈少接吻的感觉怎么样啊？这有什么好说的啊？真没意思。那你喝酒，不喝就入室招来。好好，我喝。他俩怎么还没走啊？怎么可能走？目的都没达成呢。今天我就祝林诗诗完成心愿。快张嘴。没醉。好了，我们阿胜，婷婷喝醉了，我得先送她回去。要不你先送诗诗回去？好。姐姐啊，这合适吗？合适啊，你和阿胜感情不一直挺好吗？而且阿胜不会背叛我的，对吧？当然不会。哥哥，我想回去了。哦，行，我先送他回去了啊。我还有事儿，自己回去。又让我装睡，又把我自己留下，总有一天会被你气死。林小姐刚刚还想跟我划清关系，现在就来投怀送抱了。喝醉了，我又没办法。你说怎么样了，男朋友？林南月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沈记，我要喝水。沈记，水不就在床头柜上吗？还是我的啊，故意的。身材不错啊。昨天晚上太累了，我现在才不要了。沈少，
自己解决喽。还是我太惯着你了。喜欢记得出来吃饭啊。如果我没看错，这应该是我的衣服吧？穿一下怎么了？这么小气干嘛？你知道吗？在男人面前穿他的衣服可是很危险的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不知道呢。昨天拍到顾胜和林诗诗上床了吗？拍到了。直接就去酒店了？不是，是顾胜买给他女助理的一套房产。换句话来讲，他和他的女助理也有衣服。你既然知道顾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就该知道他不止和2个女人发生过关系。视频给我看一下。哎，别看了。你干什么啊？怎么看到顾胜和其他女人上床生气了？我只是想确定他们到底有没有做。我跟你确定过了，100%。不需要你帮我确定。所以你是想亲眼看看顾胜的裸体？我劝你还是别看了，没什么看的。他没看头，你就有看头啊？他有，而且我有没有看头，你不很清楚。你这一夜未回家，你爸妈不会查岗啊？对了，你这手机昨天一直响个不停。怎么关机了？昨天吵个不停，我怕打扰到我们俩休息，就关了。林大爷，你去哪儿了？打你手机你也不接。就在沈晶家住了一晚，没什么大事。什么？总之我很好。等一下我回家的时候，我就跟我父母说在你家住了一晚，你可千万别说漏嘴啊。凭什么要我来背锅？因为你善良啊。哦，对了，一会儿如果顾胜给你打电话的话，你也是这么一样的回答，知道了吗？你真的堕落了，你居然学会偷人了。你很快就会知道，偷人的那个人不是我。视频就放在你这儿了。不曝光？暂时不。我要在顾胜最自以为是的时候，将他从天堂拖入地狱。顾胜，你杀我父亲，毁我全家，夺我家产，让我死不瞑目，一定会让你加倍奉还。如果只是做了噩梦说的梦话，又怎会说得如此详细？可若不是噩梦，那你到底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？我走了。哎，你就打算穿着我的白衬衫回去啊？我倒不是介意，只是怕你家顾胜看了会介意。我的衣服呢？你昨天都吐上了，肯定给你扔了。你给你准备了一套新的，在卧室，去换上吧，送你回去。妍妍，你怎么关机了？喝醉了，手机没电了。那你昨天晚上去哪里了？在婷婷家住了一晚。怎么了？话说阿胜，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啊？怎么没给我打电话呢？我昨天晚上喝多了嘛，迷迷糊糊的被人送的，现在才醒。我这不醒了就给你打电话了吗？是吗？你不知道我多担心了。我也是。妍妍，我今天马上就把你请进家门。妍妍，我保证，我会让你成为全世界最美丽、最幸福的新娘，让全世界的女人都羡慕你。那我等着你。林小姐还真是会演戏，明明和我在这里偷情，却还甜言蜜语的对待你的未婚夫。沈少，这是吃醋了？当然，你可是我的女朋友。林小姐不会提上裤子就不认人吧？放心，我马上就会给你一个名分。马上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就是想问问，我们的约定还在吗？我可没说毁约。只是林大小姐这几天和顾少上新闻，拍婚纱请婚纱，让我误以为林大小姐只是脑子抽风了，跟我开个玩笑。你脑子才抽风呢。不过，只要你来，我就安心了。到底要不要给沈晶打电话呀？告诉他结婚的时候来不来？不行不行，到时候显得我急不可耐了。明天只要你来，
那也，你别枉我，玩不起。嫣嫣，准备好了吗？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哼，不需要准备，因为不会有婚礼。我跻身上流社会的日子终于到来。爸，一会儿不管发生什么，都不要急。好的。那些所谓生老病死，那些所谓富贵贫穷的誓言，都无法阻止我对你的爱。嫣嫣，我只希望这辈子、下辈子、下下辈子，永永远远都让我照顾你、保护你。嫣嫣，我有个惊喜要给你。关掉！快关掉！关掉！关掉！快点！关掉！嫣嫣，嫣嫣，嫣嫣，听我解释，这是宁诗诗设计我的。是吗？嫣嫣，是的，我上次和宁诗诗喝酒，喝醉了之后我就被他送回家中，我醒了之后就什么事都发生了。嫣嫣，真的是这样，你相信我。嫣嫣，真的是这样，我没有骗你。真的是这样，我保证我不会再喝酒了。嫣嫣，我下次不会这样了。上一世你是怎么折磨的我生不如死？上一世你是怎么杀害我的？所有的一切我都要一点一点还回去。你原谅我好吗？那你愿意跪下来求我吗？我想，你看在我这么多年和你的父亲情谊上，让我拒绝我吧。不够，站起来，重新过啊！是个女人都不会接受自己深爱的男人去和别的女人发生关系。林兰言终究也是女人，她也会有她的情绪，她也是太爱我了，所以才不提这种要求。蠢女人，总有一天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顾胜，我是真的爱了你好多年。嫣嫣，嫣嫣，我也是。但从这一刻开始，我不爱了。嫣嫣，我上次真的是醉酒才这样的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下次再也不喝酒了。出轨只有0次和无数次，就这样，我们的婚礼结束了。嫣嫣，我操！站住！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顾家8抬大轿来请娶你，你就这样走了？你眼里还有没有这些长辈？还有没有家法了？那奶奶是觉得，只要是长辈定下的婚约，对方就算杀人犯法，也应该嫁了。不过是犯了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误。在他如此自责、如此难过的时候，你作为妻子，不但不帮他渡过难关，反而将他直接抛下。你真是不知好歹！不知好歹？那是不是我出去偷人，顾胜也应该原谅我？你闭嘴！该闭嘴的人是你，顾胜。你刚刚不是一直说是林诗诗勾引的你吗？到底是不是？要不要当面对质呢？如果是的话，或许我能原谅你。嫣嫣，真的，林诗诗呢？我要和她对峙。林诗诗，你为什么对不起我？啊？你用这么卑鄙无耻的手段让我对不起嫣嫣？没有，还说没有？明明我只是当做我妹妹看，你却这么对我。顾胜，
你这个骗子、伪君子！我他亲自保护我的这么你疯了吧你！妍妍，你看到了吗？他就是个疯子！你原谅我。但是我没说我还会嫁给他。所以，刚刚叫我下跪了，叫我被治，都是在耍我。是，林南烟，你闹够了没有啊？你觉得发生这种事儿，有谁还会娶你？别给脸不要脸！谁说他没有人娶了？我娶。林南烟，嫁给我。顾少，别人的媳妇儿还是别碰为好。林南烟，你疯了吗？我不同意。接下来交给我吧。周老太太，您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？论相貌、学识、长相，我都不比顾胜差。最重要的是有生之年，我只有林南烟唯一一个女人。虽然知道一切不过是演戏而已，但如果真的被沈静这么告白，我也会招架不住的吧。周老太太，您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？如果没有其他的事儿，我就领着嫣嫣去领证了。哎，等等，你们就这样贸然去领证啊？结婚可不是2个人的事情了。周老太太说的对，确实是我想的不周。婚姻之事，没有上门提亲，没有聘礼迎娶，确实是我沈家不周了。在这里啊，晚辈向老太太赔不是。爸，这就对了，婚姻大事不是儿戏，快叫你的儿子回去吧。今日我沈家犬子沈进迎娶林家大小姐林南烟，特准备聘礼如下：一、礼金8800万；二、沈氏地产私人海岛3座；三、私人飞机1架，全部都是婚前财产。还不赶紧带着妍妍去领结婚证？好，我原本以为你不会来了呢。所以是让我女朋友失望了？不是，我只是没想到你那么认真。对你，我一直都认真。真的要领结婚证吗？林小姐这是怕了，我只是觉得有戏要做的真，对上才会相信。有吧，留过良辰吉日。你看了这么久，是觉得自己很帅吗？难道你才发现吗？这个就交给我保管了。为什么？怕你丢了。神经病。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？当然是举行婚礼。我爸已经通知了所有宾客，我们的婚礼今晚举行。今晚。有必要吗？当然有必要，有必要让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婚礼。好，那我就拭目以待喽。我还以为你和沈静私奔了呢。没有，怎么可能？我就是去领了一个结婚证。什么？冷静，总比口蜜腹剑的伪君子强。那也不能这么随便吧？他沈静就是个花花公子，说不定他就是随便玩玩的。沈太太，可以进去换婚纱了。天哪，这也太美了吧！可不是吗？这可是最顶级的优秀大师创造3个月一针一线缝制而成的，据说沈先生花上亿的天价才见到了。沈静，他早就准备好了吗？沈静简直比顾胜强太多了，看看这大手笔。这只金钗价值100万，沈先生花了好久才找到的，有钱都不一定买得到。
这是沈氏的传家宝，专门给沈氏妻子的，世代相传。这沈静连传家宝都拿出来了，妍妍，这货不会对你是认真的吧？蓄谋已久，绝对是蓄谋已久。这么多东西，真的是蓄谋已久吗？沈静她喜欢我？请进。沈少让我上来提醒一下太太，还有3个小时婚礼就开始了。沈少为太太和骆小姐准备了一点点心，沈少让我为太太介绍一下。说吧。小姐面前这款用了28种珍稀材料，再加上可食用的23克拉的黄金制作而成，以及配有一个镶有黄金的高脚杯，价值88万。太太面前这款叫做草莓阿诺，小姐现在看到的草莓都是浸泡在异国情调的葡萄酒中，鲜奶油和薄荷使味道更加丰富，价值3200万。这草莓去国外镀过金回来就卖3200万？那我从国外走一圈回来，是不是就成无价之宝了？没有错，确实是3200万。镶钻了吗？卖这么贵？对，镶钻了。沈少说提前给太太准备了戒指，但是婚礼上没有交换戒指的环节，所以还请骆小姐给太太戴上。静还真是腹黑啊！吃了他这么昂贵的东西，不帮他做点什么，我还真觉得对不起他。是不是被吓到了？我也是。但是我突然觉得沈静刚刚简直帅到天崩地裂，顾胜简直一文不值。太太，时间到了，我们该走了。走吧。林晚宴，这是你自己走过来的，所以不能回头。大家快看，沈少的手指在发抖。看什么看？我也是第一次结婚，而且还是全国直播。为什么是直播？我沈家大少好不容易结一次婚，花了我半壁江山，不显摆一下，我觉得不值。那你就不怕等我们分道扬镳之后会下不了台吗？不会有这一天。为什么不会？婚礼仪式正式开始，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从低头的那一刻开始，林小姐，往后余生，请多指教。明明就差一点儿。南言，你等着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我一定不把你狠狠的踩死，小姐。礼成送入洞房。先生太太，我还是觉得不可思议，我们竟然真的结婚了。那你就要尽快适应沈太的这个身份。哎，向来这么风流的先生，怎么会这么用心对待一个女人呢？我们现在去哪儿啊？不是应该到了婚礼敬酒的环节了吗？不用，我们只负责结婚，其他的交给爸妈。毕竟春宵一刻，
值千金。那你今晚也要好好表现哦。算了，我和他不过是合作关系而已。怎么想牵你老公的手怎么不说啊？张嘴是干嘛？那你既然知道我想牵，为什么不牵我？还要等我主动？好吧，沈太太，是我的错。这样，为了弥补这个错误，我给你一个惊喜。什么惊喜？你过来。怎么样，沈太太，还满意吗？你今天给了我这么多惊喜，我无以为报，必祝你锦绣前程。我想要的从来都不是喜庆前程，那是什么？那就等沈太太自己慢慢发现吧。毕竟现在你的洞房才是最重要的。乖，叫老公。沈记，你别忘了，我们只是行婚。那你刚才为什么亲我？乖，叫一声。好，老公。 Oh, sweet night, can we fall in love, you baby? Oh, sweet. 干什么啊？让不让人睡觉？今天要回沈家本家，除非你想让他们知道我们只是行婚。不行，这传出去不是打自己脸吗？让开，我要去洗漱。啊，怎么办呀？我们去这么晚，你家里人会不会觉得我嚣张跋扈啊？啊，你怎么不早点叫我呢？不会的，我们家里人特别好相处。都好相处吗？都好，除了个别人。谁呀？去了不就知道了吗？提前说了就没有惊喜了。沈记，你这是哪门子惊喜啊？别让别人误以为我们感情不好。啊，哟，爷爷，这么早就回来了，咱没多睡会儿啊？昨天那么辛苦。我不辛苦，睡得也很好，倒是你们辛苦了一天。嗨，都是一家人，什么辛苦不辛苦的？来来来，坐坐坐坐。哎，嫂嫂，这是我为你挑选的礼物。这是我的女儿沈仙仙。谢谢，我很喜欢。是吗？我还怕你不喜欢呢。这个不值钱呢。不会，这些心意钱买不到的，我很喜欢。昨天你们的盛世婚礼让多少人羡慕了，今天看到你们这么甜蜜，我倒是有点嫉妒了呢。你是？哦，我是沈静弟弟沈焕的女朋友，跟阿静啊也是大学同学，更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我想嫣嫣，你应该不会介意吧？当然不会啦，谁没几个朋友呀？如果要是真的嫉妒的话，我怎么和沈静过日子呢？对吧，阿静？毕竟我也为了我老婆守身如玉。那倒也是，毕竟嫣嫣也是爱不生爱不死追过来。要说介意，阿静更应该介意才对，你说对吧，阿静？我和顾胜怎么结束的，全国人民都知道，你还拿这个事儿说事儿，你不会对我有什么不满吧？怎么会呢，嫣嫣？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，不会连这种玩笑都开不起吧？和阿静刚刚新婚，作为男人都会有芥蒂，你还开这种玩笑，让我觉得你有点不知分寸。我倒是没什么，倒是阿静，我怕阿静会吃醋。会吃醋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别老是提以前的事情啊！你们刚刚结婚，现在就应该祝阿俊和嫣嫣早生贵子，百年好合。是啊，说不定昨天晚上就已经有贵子了呢。有点闷，你出去走走。我也出去看看。昨天晚上没休息好，我先上去睡一会。哎，带嫣嫣一起，你没休息好，嫣嫣肯定也没休息好。去。干什么呢？在家你都这么按捺不住？那当然，我老婆在这儿，怎么可能按耐得住？中嘛？怎么，这是我们家嫣嫣吃醋了？哪来这么大脸啊？被针对还不能生气了？不过我们家嫣嫣吃醋的样子还挺可爱。懒得理你。
你长得确实挺好看，阿静的眼光从来没让我失望过。也是。那我也得不到阿静的心。你跟阿静是媳妇吧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阿静不会爱你的。少奶奶，该吃饭了。好。醒醒，吃饭了。这货的钱包是真长，确定能接的吗？以后在你爸妈家能不能正经点儿？以后起床叫我用这种方式，我会更喜欢。沈静，痛不痛啊？小爱她以前很温顺的，对不起大哥大嫂，我回去一定好好教育她，一定会。你就别自责了，他也不是故意的，等下看看伤口就好了。没事儿。我们先去看看家庭医生吧，需不需要打狂犬疫苗？等等，我只是换个舒服的姿势。我看就不疼了。好了，话说这小爱啊，一直很温顺，怎么忽然就会攻击阿进呢？宠物都有宠物的习性，有时候也莫名其妙。哎，芊芊呢？赶紧叫她下来吃饭。老爷，小姐说不舒服就不下来吃了。稍等啊。小姐说今天小爱攻击了大少奶奶，她很难受，不知道怎样面对大少和大少奶奶。妍妍，今天让你受惊了啊。没事的，倒是让妹妹受惊了。哎，没事，她就是受了点惊吓。那个你们啊，赶紧做点饭菜，然后送到小姐的房间里边啊，叮嘱她要好好的吃饭。你妹妹身体怎么样啊？先天性心脏病，严重吗？从小到大他就进了无数次重症监护室，但是如果不受刺激，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。依旧不建议结婚生子。怪不得，我看你们全家都对她小心翼翼的。少爷，老爷请你去趟书房商量一下公司的事情。好，你先在这儿待会儿，马上过来找你。对了，离沈清远点。还真是狐媚啊！林大烟，我有话要跟你讲。有什么事儿吗？你对沈仙仙怎么看？啊？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你，如果想要在沈家过得好，就要提防沈仙仙。刚刚沈静也是这么说。哦，对了，你刚才看到我跟沈焕接吻了吗？看到了，我觉得很正常。那如果我说我这么做是为了让阿静看到，你觉得还正常吗？一个叫阿进，一个叫沈焕，这心思别太明显了。其实我觉得，想要吸引一个男人的注意，并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，而是因为他在乎你。只要他在乎你，就算你打个喷嚏，他都会对你嘘寒问暖的。林南烟，我还真是小看你了。阿静对于我而言呢，是浪子回头金不换。不管他以前做过什么，那都是过去的事儿。我嫁给了阿静，那以后就是我们的未来。还请江小姐不要揪着过去不放。哼，你是在嘲讽我吗？还是在给我下马威？你很得意，对吗？并不是得意，而是满足。得意是因为得到了自己高攀不起的人而沾沾自喜，而满足是因为互相平等，
互相喜欢，才会得到幸福。别以为你在阿静心目中有多重要，不过是一个玩物罢了。他到底都知道些什么啊？大少奶奶，老爷叫你去一下小姐房间，说是小姐当面向你道歉。这个女人到底有什么问题？为什么沈静和姜志雅都叫我提防她？姐，快进来。大嫂，我想当面和你道歉。小艾她刚刚不是故意抓你的，她以前都不会这样的。没关系，那只是一场意外，别放在心上。是，可是我还是好内疚呀。那你就当从来就没有发生过。大嫂，你真好。爸，我想单独和大嫂说两句，可以吗？好，那么你们慢慢聊，有事叫吧啊。大嫂，大哥从来都没承认过任何一个女人，包括姜志雅。那个我不是说姜志雅她跟大哥有什么，就是她。姜志雅是阿静的前女友。知道。我知道啊，姜志雅告诉我的。那你不生气吗？不生气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大嫂，你真好，难怪大哥喜欢你啊。沈仙仙故意谈起姜志雅，只是为了故意制造矛盾。好羡慕你们呀！我爸说不让我谈恋爱，也不让我结婚呢。婚姻本来就不是十全十美的事儿，遇到不好的人，只会让人悔恨终生。大嫂这么一说，我忽然觉得有爱我的父母，还有哥哥，还有各位嫂嫂们，我好幸福呀！所以大嫂好好提醒你，要好好珍惜。大嫂，我能不能帮我倒杯水呀？一会儿我想吃药，要热一点哦。好。谢谢嫂嫂，都是一家人，别这么客气。谢谢嫂嫂，你跟我说了那么一会儿话，我感觉好多了。我想休息一会儿。那我先走，你好好休息。怎么了？快拿冰水来！我终于明白沈仙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阿静和芊芊交往的事儿，我早就知道了，而且我也跟你说了，都是以前的事儿，我都不在乎。至于2次意外呢，一次是你的猫抓伤了我，第2次是我烫伤了你，也算扯平了。好，这样我们也算扯平了，我还怕自己钻牛角尖呢。谢谢大嫂。还是妍妍会说话哈，这一下子呢就打开了仙仙的心结。爸，过奖了，这都是我应该的。你说的不好惹的那个人是你妹妹？这么快知道了？我以为是姜志雅。怎么，你很在意他？我还以为你吃醋了。我只是希望沈先生，你的烂桃花不要招惹到我。姜志雅不是我前女友，我也没有前女友。叫医生了吗？啊，你赶紧叫救护车，快！怎么突然就发病了呢？啊，昨天医生来的时候不是还好好的吗？是小艾不见了，小姐没有看到小艾，就让我们去找，但是我们一直没有找到。小姐太着急，一难受就发作了。那小艾平常不乱跑啊？来，把所有的佣人全部给我集中起来，抓紧时间，所有人全部去找小艾，立刻马上！我们也去找。好。是找到了吗？还没有，还得继续找。我感觉他就在这边，我感觉就在那边。芊芊，你别吓唬爸爸啊！爸爸保证给你买一只像小艾一模一样的猫，好不好？不，我就要小艾，不会再有跟小艾一样的猫了，我就要小艾。
是不是你？因为昨天小爱攻击了你，所以你就杀死了他，是不是？就是他。老爷，救护车来了！快，赶紧送欣欣去医院，快点！我去开车，我们一起去医院。我还以为你有多大能耐呢。欣欣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爷爷，爸单独找你有点事，让你过来一下。哦，好。先去照顾芊芊，快去。芊芊，如果要不是因为就这一个人，我真不至于做到这个。可怜天下父母心，我理解的。我真的相信小爱的死和你有关系，但是刚才医生告诉我说欣欣啊，小看他不是说埋怨你啊，也不是说就认为是你杀死了小爱，他只是看到你之后就会想起小爱。我不见芊芊，我一会儿就离开医院。但是我有东西放在别处了，得去拿一下。叫我让阿静立刻去送你。不用，让阿静陪着芊芊吧，自己去就行。回去当然不是拿东西的，回去是为了查明真相。小姐身体那么不好，大少奶奶竟然还那样对她，唉。是啊，小姐一直是老爷捧在手心里了，真为小姐感到不值。是啊，小姐老是讨好大少奶奶。小爱是小姐最喜欢的猫，大少奶奶竟然那样对她，真是丧尽天良啊！还没说完呢。大少奶奶好，大少奶奶好。你给我过来一下。你来沈家多久了？已经10年了。求大少奶奶了，不要赶我走，求求大少奶奶了。别怕，我没有要赶你走。在你们家是谁伺候小姐？是琪琪，她是小姐的贴身佣人。那你们家小姐和沈静关系好吗？好，每次大少爷回来的时候，她都高兴好久，而且还穿很多漂亮的衣服。那你们小姐和小爱亲近吗？十分亲近，小姐走到哪里都带着她。我刚刚听你们说，小爱不亲近其他人，是任何人吗？也不是，还有晴晴。家里有亲戚？有，主要在公务区就有。你可以出去了。这一段时间的监控怎么没了？好像前一段时间监控坏了，所以那一段时间就暂时关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果然是这样，沈芊芊可真不简单。谁？刘少找你，我是林南烟。哦，这是小爱的照片，没想到她现在……你和小爱感情真好。是啊。还是说你是故意没有照顾好小爱？没有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只是随便问问。话说，你觉得小爱的死跟谁有关系？这我不知道。我也觉得好奇，不是说猫有9条命吗？怎么会被淹死呢？哦，对了，我听说猫是一个很有灵性的动物，就算是死了，灵魂也会回到养育它的主人身边。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？要真是回来了，你记得帮我问问小爱是怎么死的。要真是淹死的，就是她命薄；要不是，记得让她回来复仇，绝不姑息。
没什么事儿吧？我就是随便问问你。我送一下大少奶奶。小爱的叫声有吗？之前有拍过他玩耍的视频。交给你的任务，谁也不能告诉，否则你在顾家待不待得下去，我不能保证。可是这样对晴晴，按我说的做就行。现在沈家人还没回来，沈仙仙还真是沈家的宝，也不知道这个宝的真面目被识破会有多惨烈。大少奶奶，你找我？我就要走了，有些话想请你跟仙仙说。小爱的死真的和我没有关系。等她身体好了，我一定。晴晴，啊，少奶奶，你有听到什么声音吗？什么声音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那我先走了。好，你慢走。小爱，你千万不要来找我，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都是小姐让我这样做的。我需要养家糊口，我真的需要这份工作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不要来找我。我要好好把你埋葬了，找个大师，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来找我了。是沈仙仙让你杀了小爱？没有，不是。小爱，你不要来找我，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求求你，大少奶奶，千万不要告诉老爷。沈仙仙为什么这么做？我其实很清楚。如果你不想要被赶出沈家，或者是即使被赶出沈家，也能得到一笔丰厚的奖金，就按照我这么说，我保证你走得风风光光。可是沈仙仙喜欢沈静这件事，你觉得你瞒得住吗？证据确凿，你没得选。跑这么急干什么？我还以为你以为什么？以为会夹着尾巴逃跑不成？免得惹到你家小祖宗。我的小祖宗从来不是别人，只有你。爸，你们回来吧。放心，我不会让仙仙见到我的。去看看你妹妹回来没有。你可以出来了。咱们多多安安仙仙啊，你也去对面好好的啊。我有点事找大家，所以就没先回去。委屈你了，走啊。小爱的死跟我无关。不用解释，这个我们都知道，不是你做的。如果你们真的相信我的话，我也就不用离开了。仙仙啊，就是一时钻牛角尖。我觉得你们有必要知道真相。不是一直答应的好好的吗？怎么现在反悔了？你这不是为难自己吗？娇娇，怎么还说不得了？当了表的还要？住嘴！我碰过你吗？我要不是看在我弟弟喜欢你的份上，我早就把你赶出出门。如果嘴没有个把门的，我不介意给你缝上。小爱的死跟仙仙有关。你慌什么？我有证据。是小姐让我杀死小爱的。胡说！仙仙是什么人，你不清楚吗？证据呢？昨天小姐来我房间，让我杀死小爱，我再三确认了，而且还有录音，不信你听。做完了吗？没有，小姐，为什么要杀死小爱？小爱是我的猫，又不是你的，有什么好下不去手的？马上给我杀了他！没想到仙仙居然这么恶毒。他怎么还在？
我不想再看见他，真的不想，可以吗？你为什么要冤枉妍妍？那是小孩自己掉进水里的，可以了吧？都不怪大嫂了，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行了吧？我回房间可以了吧？我再也不说了，可以了吧？你还在撒谎！沈仙仙，小艾是你杀死的，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？哼，姐你什么都说了，你说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？是你联合林兰英来害我的。不是的，小姐，他们都知道了，你不要再伪装了。够了，今天把录音放出来。喝完了吗？没有，小姐，你不是，就是你。沈仙仙，你为什么要污蔑爷？我知道，你说，我私底下和您说吧。别，你就在这说，我就看看这个沈仙仙为什么要这么恶毒。因为仙仙喜欢阿静，都是因为你和林兰烟一起联起伙来陷害我的吧？如果不是因为你喜欢阿静污蔑我这件事儿，我也就忍了。毕竟大家都是一家人。贤倩，去拿小姐日记本。好。日记本？什么日记本？就是这个，里面都是小姐写的一些恶毒的想法，包括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诅咒您出车祸，还有对少爷的男女之情。看一下。沈仙仙，你竟然如此的恶毒！难道不是因为你们我才变得如此的扭曲的吗？我不应该恨你吗？我不应该恨你们每一个人吗？要不是因为你们，我能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吗？你真是疯了！对，我就是疯了，我就是喜欢沈静，怎么了？你。你怎么醒了？有没有哪不舒服啊？这么担心我？你还品，你知道吗？差一点点就刺在心脏了，很危险。怎么还哭了你？最害怕你哭了。这小时候爱哭，怎么长大了还是一样爱哭？你怎么知道？那就是当时不知道是谁，可能想让我送她回家。我就在想，这个小女孩这么爱哭，长大了以后会不会还是很爱哭？谁成想，就把自己的心给搭进去了。你是真的喜欢我？对，我喜欢你。那林小姐，可不可以赏个脸，一起好好过日子啊？我都上了你的贼船了，你还问我，怕是没得选吧？那当然。